同志们好，欢迎来到楚楚的频道。最近这段时间，只要您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或是滑一下手机的新闻推送，全世界的焦点几乎都被同一个地区死死锁定，那就是战火不断的中东。我们看到的是夜空中的导弹轨迹，是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集结，是以色列在各个战线上的军事行动。整个世界的神经都被紧紧牵动着，仿佛随时都会滑向失控的深渊。但在这片喧嚣与混乱之中，有一个现象显得格外的诡异，甚至可以说安静的让人感到震耳欲聋，那就是北京在哪里？全世界都在疯狂地问这个问题。当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对中东进行军事打击，将矛头指向伊朗，这个中国在中东极为重要的能源与战略合作伙伴时，中国政府的反应却出奇的平静，没有激烈的军事对峙，没有剑拔弩张的威胁，甚至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的发言都显得极度克制。很多西方的政治分析师、电视上的名嘴都在嘲笑这种沉默。他们说，看吧，中国在关键时刻退缩了。他们说，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不过是纸上谈兵，一遇到美国的真枪实弹就现出原形。但是这些专家全错了，而且错得非常离谱。答案其实残酷得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它太过简单，简单到那些习惯了冷战思维、戴着有色眼镜的分析师们完全错过了真相。这个真相就是美利坚帝国正在亲手吞噬它自己，而中国早就已经在暗中建好了替代它的新世界系统。今天我们不谈政治口水，不谈空洞的意识形态，我们只看历史的底层逻辑，看真实发生的经济数据。我们将为您揭开，为什么北京此刻的沉默是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棋盘上最充满耐心，也最为致命的一步大棋。要看懂今天中东的这盘死局，我们必须把时间的指针倒转，回到整整50年前。对于许多经历过1970年代的老一辈朋友来说，石油危机这4个字绝对不陌生。那是一个全球经济大动荡的时代。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做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在此之前，美元之所以被称为美金，是因为它背后有实实在在的黄金作为支撑。脱钩之后，美元瞬间变成了一张只靠美国政府信用维持的纸币，面临着崩盘的巨大危机。为了解救美元，1974年，美国的决策者们走出了一步险棋，也是极度聪明的一步棋。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秘密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双方达成了一项改变人类半个世纪命运的历史性协议。这项协议的内容非常直接，美国承诺向沙特阿拉伯以及随后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国家提供全面的军事保护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作为交换，沙特阿拉伯必须答应一个条件，从今以后，全世界无论谁想买他们的石油，都只能用美元来结算。更进一步的是，沙特卖石油赚来的庞大美元利润，必须拿来购买美国的国债，投资美国的金融市场。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石油美元体系。大家想想看，这是多么强大的一个系统。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要开工厂，要开汽车，就必须买石油，而要买石油，就必须先去赚取或者兑换美元。这等于是强行把全世界的经济命脉与美元死死地绑定在了一起。因为有了石油美元这个无与伦比的基石，从1974年开始，美元正式成为了无可撼动的世界储备货币。这套系统让美国拥有了一项超级特权，它可以几乎无限制地印钞票。当美国国内出现经济危机或通货膨胀时，它只需要印发美钞，就可以去全世界购买实体商品，等于是让全球的老百姓来共同分担美国的经济代价。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曾经坚不可摧的基石现在正在剧烈的崩塌，而砸碎这块基石的不是别人，正是华盛顿自己。美国为了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几乎把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了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泥沼。这不仅引发了严重的人道危机，更致命的是，它彻底触动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核心利益。就在我们今天关注着天空中导弹的同时，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卡塔尔的高层们正坐在安静的会议室里，严肃地讨论着一件事：如何重新评估甚至退出与美国的历史合约，如何减少对美国的投资承诺。大家必须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这几个国家正是当年撑起石油美元体系的创始大股东，现在这群大股东正在积极地寻找退路。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因为这些海湾国家现在想要的是经济转型，是未来的发展。比如沙特阿拉伯推出了宏大的2030愿景，他们想建未来城市，想发展高科技和旅游业，而要实现这些，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但华盛顿做了什么？华盛顿把他们的后院变成了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库。美国一边破坏着地区的稳定，一边还板着面孔，理直气壮地要求这些海湾国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继续为美国的国防开支和军事冒险买单。这笔账已经算不平了。当账算不平的时候，所谓的盟友忠诚也就走到了尽头。最讽刺的是，促成海湾国家想要脱离美国掌控的，完全是华盛顿自己的外交与军事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北京甚至不需要动一根手指头，也没有施加任何外交压力，美国就已经自己完成了这项拆除自己霸权根基的破坏工作。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西方媒体总是喜欢把镜头对准冲突、爆炸、抗议和政治口水战，这导致很多普通的民众忽略了一个极为庞大的盲点。在过去这几十年里，当美国在满世界打仗的时候，中国到底在偷偷干什么？人们忽略的真相是，中国的决策层早在很多年前就预见了今天这个局面的到来。当美国还沉浸在世界警察的幻觉中沾沾自喜时，中国已经开始悄悄地在全世界铺设轨道了。这不仅仅是比喻，而是字面意义上的轨道。我们来看看被西方媒体刻意淡化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这10几年间，中国已经悄无声息地将全球大约150个国家接入了由中国主导的基础设施网络。这绝不是简单的修几条马路而已，这是深水港口的扩建，是跨国铁路网的连接，是现代化高速公路的铺设，是贯穿大洋的海底光纤电缆，也是支撑国家运转的智慧电网。中国正在用最实实在在的钢筋水泥和高科技，把整个全球南方国家，也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硬件设施，与中国的经济命脉紧紧绑定在一起。如果说基础设施是看得到的硬件，那么在金融这个看不见的软件层面，中国的布局同样令人心惊。2023年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人类金融史册的大事。这件事本来应该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连续报道1个月，但实际上却被刻意冷处理了。那就是中国与沙特不仅签署了巨额的本币互换协议，更实质性地开启了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的历史进程。这是对石油美元心脏的直接一击，50年的规矩开始被打破了。紧接着，金砖国家宣布了历史性的扩编。大家看看是谁加入了这个由中俄主导的阵营：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伊朗。在中国的斡旋之下，沙特和伊朗这两个曾经在中东势不两立的宿敌，不仅恢复了外交关系，现在还坐到了同一个经济联盟的谈判桌上。更为致命的一步棋是中国建立的金融防火墙。大家知道，美国控制世界经济的一大武器就是 SWIFT 系统，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美国不高兴了，就可以把一个国家踢出这个结算系统，让这个国家的国际贸易瞬间瘫痪。为了防范美国随时可能挥舞的金融制裁大棒，中国早就未雨绸缪，建立了自己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简称 CIPS。 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替代西方 SWIFT 系统的备用方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时至今日，整个非西方世界，只要他们愿意，已经可以做到完全不接触美元，不经过美国的银行网络，就能够顺畅地完成巨额的跨国贸易结算。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时间点，所有这些宏大的布局，金砖国家的扩编，人民币结算石油的启动， CIPS 系统的完善，一带一路在全球的完工，全部都是在美国或以色列对伊朗投下第一枚炸弹之前就已经扎扎实实的完成了。这绝对不叫运气，
这叫深不可测的战略纵深。如果说中东是过去半个世纪维持霸权的能源心脏，那么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地方，就是决定21世纪人类历史走向的超级引擎——非洲。我们来看一组极度震撼的数据，这组数据保证会让您对未来的世界格局产生全新的认识。今天的非洲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大陆，那里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只有惊人的19岁。19岁正是充满活力、渴望改变的年纪。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了2050年，非洲的总人口将达到25亿。这意味着非洲即将孕育出地球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年轻、最廉价，同时也最渴望发展的劳动力市场和超级消费市场。中国的领导层在20年前就无比清晰地看懂了这道地缘政治的数学题。谁在21世纪为非洲建设了基础设施，谁就拥有了这25亿人的未来，谁就拥有了21世纪。那么在过去这至关重要的20年里，中美两国分别在非洲和世界各地做了什么呢？这是一个无比讽刺也令人感叹的强烈对比。当美国在中东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挥霍了高达4万亿美元以上的军费，留下的却是无数的废墟、难民营，最后以美军仓皇撤离喀布尔机场的狼狈画面收场时，中国在做什么？中国的工程队在肯尼亚修建了横跨大草原的现代化蒙内铁路，在埃塞俄比亚建造了能够提供巨大电力的水坝，在吉布提扩建了能够停泊巨型货轮的深水港口，在尼日利亚铺设了笔直的高速公路，在卢旺达打造了现代化的科技创新中心。不仅如此，您如果现在去非洲，会发现那里崭新的体育场、大型的综合医院、气派的政府办公大楼，甚至由华为等中国企业提供技术支援，覆盖整个大陆的电信网络，几乎全部都出自中国团队之手。而且最让非洲国家感到安心的是，中国做成这一切没有发射一颗子弹，没有推翻当地的任何一个政权，没有挥舞经济制裁的大棒，更没有对当地的传统文化或政治体制进行高高在上的所谓民主说教。中国带过去的只有实实在在的混凝土、优质的钢材、高速的光纤电缆，以及双方签署的长达几十年的互惠商业合约。相比之下，美国在对待全球南方国家时的做法显得既傲慢又极度短视。这也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上，当美国试图拉拢这些发展中国家一起去制裁别人，或者围堵中国时，响应者寥寥无几。因为各国领导人心里都有一把明亮的尺，大家看得很清楚，谁是带着炸弹来打仗的，谁是带着合约来修路的。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节目一开始的那个核心问题，为什么面对美国在中东的强势军事行动，特别是对伊朗的步步紧逼，中国选择了极度的克制与沉默？答案已经呼之欲出，沉默本身就是当下最高明、最可怕的战略。美国为了以色列在中东打的每一场仗，都在疯狂地耗费着美国纳税人亿万兆的财富。这些无休止的冲突让全球能源市场陷入动荡，让物价和油价飙升。这不仅让美国国内通胀加剧，也间接伤害了依赖能源进口的盟友。更严重的是，这些军事行动正在彻底、不可挽回地疏远美国在海湾地区经营了半个世纪的传统伙伴。美国在中东的每一次强硬表态，每一次军事打击，客观上都在把整个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推向北京花了整整20年时间精心打造的那个新系统之中。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们现在的政策大转向，比如靠近金砖国家机制，尝试用人民币结算能源贸易，这跟什么主义、什么意识形态没有半点关系。他们看重的是纯粹的、冷冰冰的数学。华盛顿为了服务于以色列的地区战略，把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整个邻居区域变成了一个动荡的战区。然后美国政客居然还能面不改色地飞过去，要求这些国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继续把国家的财富与美元深度绑定。但是这笔数学题对于这些精明的领导人来说，现在已经彻底算不通了。而在残酷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当数学算不通、利益受损的时候，所谓的忠诚也就戛然而止了。
各位观众朋友，把所有的这些历史脉络和现实数据拼凑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无比清晰的图景。北京对于当前中东局势的沉默绝对不是懦弱，而是这盘百年国际大棋上最充满耐心，也最具有毁灭性的一着棋。中国现在就像是一位坐在高处观众席上的智者，静静地看着美国在第一线亲手拆毁自己耗费了近1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全球霸权体系。华盛顿每烧毁一个传统联盟，每得罪一个地区大国，中国就在背后安静地接手这份庞大的政治与经济遗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根本不需要做任何多余的动作，不需要去前线耀武扬威，它只需要保持安静，然后继续在国内埋头搞科技研发，在国外继续修铁路、建港口、铺电缆。200多年前，法国的军事天才拿破仑曾经留下过一句千古名言，他说：当你的敌人正在犯错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打断他。今天，北京的决策层似乎将拿破仑的这句战略箴言升华成了一项长达50年的国家最高指导原则。而且从目前的国际局势演变来看，这项战略的收效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大，可能连北京自己都感到意外。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我们这一代人前所未见的巨大变局。那个由石油和航空母舰支撑的美元霸权黄昏已经悄然降临，而一个由庞大的基础设施、全新的金融网络以及新兴国家共同编织的东方世纪，正在中东战火的掩护下无可阻挡的强势崛起。历史的车轮正在转动，而这一次主导方向盘的或许不再是我们熟悉的西方霸主。以上就是今天楚楚为大家带来的深度解析。看到这里，楚楚想问问大家，您觉得美国真的能在这次100年大变局中逆风翻盘吗？还是旧的霸权注定要走向终结？如果您认为新格局已经势不可挡，请在评论区打出数字1。如果您觉得美国还能继续称霸，请在评论区打出数字2。楚楚会在评论区等着看大家的精彩高见。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对您看懂世界局势有帮助，请务必帮楚楚按个赞，把视频分享给您身边关心国际大事的朋友，也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楚楚为您准备的每一期深度国际时事与财经趋势分析了。感谢各位同志们的支持与陪伴，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